故宫一张生辰八字揭开4个胤禛登基之谜，他并没有篡位，更未更改圣旨，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康熙传位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？雍正的登基一直以来都饱受质疑，有人说康熙立的继承人就是他，也有人说呢，他就是个篡位者。对此，雍正也是百口莫辩。直到1929年，故宫发现的一档特殊的生辰八字，才解开了这个百年之谜。事实上，故宫发现的那张八字并不是雍正的，而是乾隆的，旁边还附有康熙的批语。批语的意思大概是那个八字贵不可言，虽然小时候会有一些灾难，但并不碍事儿，等过了16岁之后就会一帆风顺，将来也会健康长寿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绝对的王者命运。那么在故宫的档案馆中，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张生辰八字呢？一切还得从康熙立储说起。公元1722年的某一天，还是皇子的雍正邀请康熙去圆明园赏花，并带上了弘历和弘昼2个儿子。期间，弘历和康熙交谈甚欢，当天祖孙几人还一起吃了顿饭。吃完饭以后，康熙便回宫了。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这一晚，康熙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第二天，康熙就派人去圆明园向雍正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弘历的生辰八字。到这个时候，雍正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。他邀请康熙去圆明园赏花，本身就是个局，而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的儿子弘历介绍给康熙。毕竟康熙子孙众多，如果没有特别的介绍，那么弘历终其一生都可能得不到自己爷爷的赏识。众所周知，康熙执政期间曾发生过2废太子的事情，且在废了太子以后迟迟没有立储。没有立储的原因看似复杂，实则也不过2点：一是因为子嗣众多难以抉择，二是因为康熙特别喜欢皇太子的儿子弘皙。作为废太子胤禛的第2子，弘皙从小就被养在皇宫中，且和康熙的关系十分好。太子被废以后，康熙甚至有将他立为太子的打算。因此，即使胤禛已经被废，可仍旧有东山再起的可能。所以为了彻底消灭胤禛的势力，雍正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，那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代替废太子。在他的众多儿子中，弘历是最优秀的一个。在文化上他知识渊博，在武艺上也是身材矫健，用文武双全来形容也不为过。而且他还天资过人，记忆力十分好，甚至能够过目不忘。在他和康熙交谈过后，康熙也看到了自己这个孙子的优秀，所以才会出现讨要八字的事。那么在康熙要到弘历的八字以后，又会做出什么举动呢？在经过测算，康熙发现弘历的八字简直贵不可言。一直迷信命理的康熙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让弘历进宫去，把他养在身边。康熙一共有97个皇孙，但是在此之前仅有弘皙有这样的待遇，如今弘历也享受了这样的待遇，康熙的用意不言而喻。胤禛作为弘历的父亲，继位的希望也瞬间大涨。从康熙61年的夏天起，弘历便和康熙一起住进了避暑山庄，并在里面形影不离。他为康熙展书研墨，康熙则亲自教导他知识。吃饭的时候，两人共用一个桌子，康熙也放下了自己皇帝的架子，像一个普通的爷爷一样给弘历夹菜。在康熙人生最后的时光里，弘历给了他非常大的慰藉，祖孙之间呢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。相传有一次，弘历随康熙去打猎，途中康熙用鸟枪打伤了一只黑熊，那黑熊倒在地上动也不动。为了能让弘历有参与感，康熙便让他上去补一箭。谁知一向乖巧的弘历却像没听见一样，坐在马车上昏昏欲睡。康熙看了也有些生气，便问弘历为什么不动。谁知他话音刚落，那原本躺在地上的熊就暴起了，他像发了疯一般的向人们扑过去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还好康熙反应过来，一枪爆了熊的头，这才让大家转危为安。这件事儿
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认为如果那天弘历听了他的话，只怕会性命不保。而弘历平时也十分勇敢，但却在那天表现得昏昏欲睡。一向信奉命运的康熙认为，这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康熙已经正式将弘历列为自己的继承人了。此事发生后1周，康熙又特地去了一趟圆明园，他想要见一个人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。康熙是一个迷信的人，他也要看看钮祜禄氏的面相。和影视剧中不同的是，历史上真实的钮祜禄氏出身并不高，长相也是十分一般。原本只是在胤禛府中干一些粗活，谁知呢，在无意中和胤禛发生了关系，并生下了弘历。因为他出身不高，又相貌平平，所以胤禛不是很待见他。他在府中呢，连正式的名分都没有，众人都称呼他为格格。康熙在见过出身卑贱的钮祜禄氏之后，又会作何反应呢？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康熙见过钮祜禄氏后，表示对方果然是个有福之人。事实上，古代在选皇后时，其实并不是很看重相貌，主要看品德。毕竟身为一国之母，如果没有足够好的德行，那只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。所以长相一般反而成为钮祜禄氏的加分项。从后世所留下的画像来看，钮祜禄氏的面相十分饱满，确实是一个有福之人。在康熙看来呢，弘历有福，他的生母也有福，想要立弘历为继承人的心也就更加坚定了。但直接跳过父亲立孙子当太子是不合理的，所以胤禛变成了康熙立储的对象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雍正、乾隆之所以能够继位，并不完全是因为康熙迷信，主要还是呢，因为父子二人都有才能。雍正能在9子夺嫡中杀出一条血路，就证明了他绝对不是等闲之辈。乾隆就更不用说了，康熙一生有97个皇孙，而他却能够得到康熙的青睐，足以可见他的才能。康熙61年冬，康熙皇帝溘然长逝，而他的继承人正是4阿哥胤禛。相传康熙临终前曾留下遗言，表示在他的众多儿子中，4子雍亲王最贤，所以要立他为皇帝。而胤禛的第2子有英雄气象，所以一定要将他封为太子。这里所说的第2子其实就是弘历，可见雍正之所以能够登上帝位，有很大程度是弘历这个儿子比较优秀。后来乾隆继位以后，也一直都在怀念自己的皇祖父，曾多次向身边人提起自己和康熙在避暑山庄的日子。他一生效仿康熙，是史上有名的工作狂，甚至表示自己只会做60年的皇帝，因为康熙执政共61年，乾隆不愿超过自己祖父的执政时长。果然，在乾隆执政的第60年，他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了嘉庆。乾隆之所以这么尊重康熙，是因为他明白，如果不是康熙的提携和呵护，那么以自己庶子的身份，有很大的概率只会是历史上一个籍籍无名的王孙公子而已。事实上呢，雍正在登上皇位后，为了堵住质疑他的悠悠众口，也曾表示康熙要过乾隆的生辰八字，但并未得到众人的相信。直到1929年，一张伴有康熙批注的生辰八字的出现，才让众人明白雍正所言不虚。至于传闻中本应该是皇帝的14阿哥，他虽然才干过人，但却没有弘历那样给力的儿子，所以雍正改圣旨之事很有可能只是谣言。